这个傍晚，说书人一直在喝酒。说书人登台之前总是要喝酒的，但是哪一场书喝多少，说书人很讲究。说书人总是在打虎的这个节骨眼上喝得很多，把自己喝足了，喝开了，但不能醉。说书人说，武松的那身精气神，凡人的嘴巴要想说出来，没有酒拉一把，做不到。武松是谁？800里英雄，有人硬要把武二爷打虎弄成除害，俗大了。大英雄本色，你真的让他上山来打，他不一定肯，不一定敢。大英雄就这样，潦潦草草，混混沌沌，莽莽撞撞，碰上了就碰上了。那只大虫是谁？也是个英雄。2个英雄一见面，什么也不为，这才有了千古绝唱。李逵同样是杀虎，杀得急，报仇太怯，味道上就差。武松打完了虎，也杀过人，先是怒杀潘金莲，后是醉打蒋门神，再后来大闯飞云铺，血溅鸳鸯楼，弄来弄去，总不如景阳冈上惊天动地。说书人喝酒时，施家阿三得到了儿子带回的消息。阿三听完鼻涕虎的话，顺手就给了儿子一个嘴巴。阿三低着头不语了，拿着酒瓶闷闷地往里灌。阿三知道老婆和队长睡觉的事，但是只要没人挑明了，他可以装得不知道，这不丢脸。现在别人就是不让他装，一点余地都不给，你说这是什么世道？阿三闷头灌了几大口，回来拿一双红眼找儿子。你他妈的不去打虎，哪会有这样的事？阿三操起烧火棍就往儿子的屁股上抽，鼻涕虎大呼小叫，活蹦乱跳。邻居四婶没有过来拉劝，他站在天井的凳子上细心地理丝瓜藤。四婶慢悠悠地说，阿三，这种事怎么能怪儿子？这种事打自己的儿做什么？四婶的话听上去句句是理，调子里头还有语重心长。阿三弓着身子静了好半天，听出门道来了。阿三把酒瓶喝得底朝天，带着一身豪气直往队长家门口走。阿三站在院子外大声吼道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队长，你凭什么？队长从院子里出来，叼着一根火柴枝。队长一脸不高兴。队长说，阿三，晚上还要听书，今晚上打虎了，你瞎闹什么？队长站在石阶上，一手插在腰间。队长的老婆从院子里跟出来，说，什么事？队长说，没你的事，回去。管我的闲事，欠揍。队长对阿三说，阿三，回去吧。阿三站在石阶下面，矮了一大块。阿三回过头，身后围了一帮人。阿三捂着2只瘦胳膊，大声吼道，回去，回去。